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下如何保持学习中文的动力。其实动力嘛，它会不足，会消失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嘛，都是避难趋易的动物，而且学习中文本来就是一个特别苦的差事。大家想想，最早为什么想学中文呢？是完全凭着一股热情吗？比如说想看中国的电视剧，想看中国的网络小说，想学习中国的文化，或者纯粹啊，只是觉得中文这个汉字儿还挺漂亮的。或许有些人还有一些长远的想法，就觉得中国呀经济发展挺好的，我要是能学习会中文呢，以后对我的就业呀或者发展前途肯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构成大家的初始动力。但这个初始动力，它其实就像中国说一个字儿叫劲儿，就是一股劲儿。但这个劲儿啊，它再怎么地，它就是一种力气，就是或者推你向前这么一种力气。力气嘛，总是会慢慢的变少的，对不对？这个劲儿慢慢就没了，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气慢慢就泄掉了。学习语言的过程，很多时候都是这么一个泄气的过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一开始的踌躇满志啊，都是想着我一定要把这个语言给拿下。我学会这门语言之后有什么好处，我就可以怎么样了。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因和果呀有点搞混了。大家的因是什么？是享受，比如看电视、电影、小说呀，或者关注文化历史啊，或者以后的工作等等，这是因，对不对？有了这个因，才能推动大家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学着，大家会发现啊，这个因它其实是一个果，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得到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它又有点遥远，就是说我们不能当下就直接满足，就有点像这个男生去追求女生这种状态啊。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请人去吃饭呀、看电影什么的。你的因就是你促成去邀请姑娘去吃饭呀、看电影什么的因啊，肯定想和这个姑娘在一起，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要是这个姑娘一直不让你亲近，哪怕是牵手啊、亲个嘴啊，什么都不行，你慢慢的就会失去这种动力，你可能就放弃了，就去找另外一个姑娘去了。像中国人说的，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就是这种状态。很多时候学习语言也是这样的，一开始你会觉得中文真好呀，真漂亮呀，书法写起来龙飞凤舞的，是不是？然后听起来很悦耳啊，特别是有一些我喜欢的演员，他们说出中文怎么这么好听啊？但入门之后呀，慢慢的你会发觉这个中文怎么这么难呀？入门的时候很简单，入门就像你请人家姑娘去吃饭呀，去看电影什么的，很简单。但你会发现这前面其实还有个门呀，大门是紧闭着的，这个姑娘不愿意打开。中文也是一样的，就入门很简单，但这个门其实只是外门而已，内门并没有打开，你根本没有进去，并没有真正的看到里面是什么。很多人啊，都是在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因为作为人本来就是不喜欢太难太累的东西，人都喜欢享受。要是一个事情它的比如说困难太大了，人们慢慢它这个动力啊就会消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学习语言它只是其中一项而已，追求女生啊，或者你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画画呀、弹钢琴呀等等，都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这涉及一个延迟满足这么一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你希望通过学习中文得到的满足，它是在比较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不是当下就能实现的。你一开始对学习中文的所有幻想，就是学会中文之后能得到的任何福利、好处等等，都是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手的。你只能远远的看，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似乎有些东西在等着我。我只要努力，我应该能得到。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的只是全凭着爱好就能让自己不断的往前走，因为每走一步你发现越走越艰难，真的很多人都会半途而废的，这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完全凭这种爱好去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它现在为止它还不是类似于
英语言在别的国家是第2门语言，就是学生在学校必须学习的第2门语言。所以要是那种情况的下，你就不得不去努力去学习，起码是为了分数，为了考试，为了上更高级的学校等等，你都必须不断去努力去学习。很多人学语言、学中文是一种爱好，因为爱好这种东西很多时候是比较缥缈的，缥缈就是你很难抓住它，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很多时候就消散了。因为人注意力总是有限的，也很难长时间的集中在做一件事情上，何况是学习中文这么难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会被一些无形的压力所压垮，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很多人学习语言确实有天赋，但或许他在背后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或许他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他学成了，然后他展示这个结果给你看，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对你是碾压级别的，你完全够不着他的边儿。这个时候你就会心灰意冷，你就会把这所有压力化作一座大山啊，扛在你的肩上。我感觉你就会被压成肉泥，你就不想再学了。特别是这些人啊，他为了博眼球也罢，为了赚流量，对不对？也罢，他会取一些比较让人惊悚这种标题，就是说几个月就能学会中文等等，对吧？甚至1个月，我能流利的说会中文，或者他专门跑去很多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跑去和这些中国人聊天，感觉他很流利啊。你就会发觉啊，人家为什么只是短短的学了这么点时间就能学到这种程度呢？我或许真的没有语言天赋吧。然后这所有东西对自我的怀疑等等都变成压力，有毒的压力，让你最后情愿放弃，然后情愿躺平。像中国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躺平，躺在那块儿，完全的放弃，算了，我也学不会，我也达不到人家那种高度，我何必苦苦的挣扎呢？是不是？很多人心理状况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动力会不足，会消失，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非常常见。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事情，每个人可能都会面对这种困境，然后最后选择的结果可能就是直接放弃。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好几次都想着放弃得了，或者悄没声息的，其实自己也不说我放弃了，而是慢慢的把它放下，好像今天还学一点，明天学点，学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一天突然完全放弃了，自己对自己心里也过得去，觉得我不是马上完全放弃的，我是慢慢的放弃的，有一个细水长流的放弃，心里特别坦然这个时候就最后也就接受这么一个结果。但是这一切真的没有挽回的这个余地吗？难道我们真的最后只能是动力不足，动力消失之后放弃学习中文吗？难道我一开始所有这些梦想都永远没法实现了吗？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和你们说这些话干什么呢？我之所以今天要做这么一期视频就是为了和大家分享一个能保持动力的，保持学习中文动力的方法。大家有没有玩过游戏？很多时候玩游戏的话，是不是玩着玩着时间就过去了，甚至通宵玩游戏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游戏的机制是什么？游戏它其实为什么能上瘾，而学习语言为什么不能上瘾？因为游戏它有个奖励机制，其实他设计游戏的人是非常懂人的心理的，他知道人需要不断的刺激，不断的奖励，不断的鼓励，然后目标不要太大。一开始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你做过去了，是不是心里很爽？是不是感觉得到了鼓励，得到了一种奖励一样，对不对？游戏的机制它会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小任务，然后奖励，不断小任务奖励，然后让你打游戏的水平慢慢的往上走，同时把你的时间不断的消耗进去，就像一个吞食时间的这个怪兽一样，把你的所有时间都吞噬进去，然后让你变得沉迷上瘾。
其实学习语言完全可以借鉴这些东西。为什么最近这个 Duolingo 比较流行？Duolingo 其实它就借鉴了这个游戏的机制，让大家在玩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些最基础的语言啊。当然 Duolingo 它只能适应于你学习最基本的东西，你不用 Duolingo，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能实现它。那么接下来我主要面对的就是你已经到达差不多中级或者中下级或者中高级，你想往上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没有 Duolingo 帮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其实这就涉及怎么保持你的动力。在我看来，游戏为什么能让人长久这个沉浸在其中，就是因为它其实把所有的任务都分成小段小段的去，让你在每做完成一个任务之后，都能得到奖赏。那么学习语言、学习中文是不是能引进这个机制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这就是我应对动力不足或动力消失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游戏这种机制引进到学习语言当中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总是雄心壮志啊，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给自己特别多的任务，然后这任务太多，占用你太多时间，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太难了，然后太耗时间了，关键是太累了。人的脑子是特别容易累的，真的，这是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脑子特别容易累。要是可以的话，人希望永远懒惰下去，这是人性，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为了应对人脑子容易累这么问题，我就把游戏的机制引进来，把学习中文碎片化。碎片化就是把学习中文切成一段一段的，就每一段它有一个小任务。就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间不宜过长，哪怕是每天只学习10分钟都可以，10分钟到半小时都可以，不要过长。一开始就卯足了劲儿的话，去学习1个小时、2个小时，一整个下午，那是非常累的。这越是累的行为，它越不能持久，人脑子就会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偷懒，学着学着就没劲儿了。所以一开始每天学10分钟、20分钟。其实 Duolingo 我看也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不建议一开始学习太久。然后在这个碎片化学习时间里，你可以给自己规定一个小任务。任务结束，哪怕时间没到，你可以终止。比如说10分钟我背5个句子，或者10分钟我背10个单词，或者10分钟我看一个5分钟的视频，然后再回看一下，或者你10分钟把一个你喜欢电影式的片段把它切，比如说1分钟我听10遍，等等都是可以。就把这所有东西都碎片化、细致化，然后作为一个小计划。而每个小计划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千万不能太难。你不要想我这一天我就要背100个单词，千万不要把这个计划弄得过于复杂，过于难以实现。一旦计划过于复杂，过于难以实现，人们是会特别容易退缩的，动力慢慢就不足了。我们前期就需要把中文学习碎片化，然后制定一些小计划，而每个小计划都特别容易实现，让中文学习慢慢变成你人生的一个必须的环节，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而不是我们觉得我要学习中文，我什么东西都不管了，我只是一味的去学习中文，把我所有时间都放进去。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很难学成功的，因为学习任何一门语言，它都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长久的去吸收、去接触。首先，你就要有一个预期，就得明白中文学习它是需要一个非常长久的过程的，不可能说几个月就学好了。网上那些说我学了几个月，我就能 speak fluently， 对吧？流利的说中文，那都是骗人的。就从我们的母语者的角度来听，他们说中文的话，它其实还有很多欠缺，很多不足的地方，其实根本不够流利。但是对你们中文学习者而言，会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不应该过早的开始炫耀自己学习中文的能力，因为中文学习它是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的，所以你需要把它纳入你的生活进来。就每天你能抽出一点时间，哪怕是5分钟都可以，5分钟、10分钟，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是很能找到的。比如说上个厕所5分钟、10分钟都未必能出来，对吧？还有在上下班的路上等等。你哪怕有时候比如太累了，你回来看一集中文的电视剧，
让自己曝光在中文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啊。就是让自己不要与中文慢慢断了联系，让自己每天基本上能保持这么一个劲儿去学习中文的劲儿。但我觉得纯粹看电视吧，它也不是纯粹的去学习，最好是需要有一个目标，就是哪怕把里面台词你背几句下来也可以。纯粹看电视它更多是一种享受，这个时候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奖励。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比如我今天背了几个台词，10分钟花了，我现在给自己奖励一下，把电视剧看一下，没有关系，无所谓。至于说怎么看电视啊、看书才是合适的，才能真正学好中文，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后面再做几期视频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的经验。所以说我这个方法让大家保持学习中文动力的方法，最重要就把中文学习融进你的整个生活当中，又同时这个融入的过程不会太打扰你正常的生活，就每天10分钟，有时间20分钟、30分钟，不要太多。心情好的时候，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你可以多学一会儿。更多的情况下，将学习中文碎片化，然后制定小计划。每个小计划它是可行的，容易实现的。当然可以随着你做的越来越好，你可以把计划的难度提升那么一些，这人就慢慢往上走了。就像玩游戏打怪一样，你肯定是慢慢的进步的，这是有个曲线升值的。只要你能每天花这么一些时间，持续的去学习中文，你等着看，1年后、2年后，你的中文肯定能说的非常流利。很多时候怕的就是大家一开始热情很足，干劲特别足，疯狂的学习，学着学着动力就没了，学着学着劲儿就没了，就不想学了，这个东西就放弃了，就永远的放弃了，中文就和你说再见了。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你有没有启发？你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见。